我最近在和女朋友闹分手，起因是我和兄弟喝得正起劲时，他来了，一声不吭，当着我兄弟们的面把我扛起就走。大家评评理，作为一个男人，面子不要的吗？我的女朋友，大龄女青年，我和她是相亲认识的。本来知道她比我大3岁，我不想去见面。可我妈自从早几年看过新闻，说中国男人比女人多出3000万，就患上了娶儿媳妇焦虑症，硬逼着我去见一见。介绍人把她吹得天花乱坠，女孩子是公务员，长得端正，工作稳定，本地人，家庭清白。她是做什么岗位的？我打断了介绍人的话，我可不傻，条件那么好，同单位的男生早就看上了，轮得到我吗？总之是好工作，你先去见个面，又不是就得结婚。合眼缘就处，不合眼缘再说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加上母亲殷殷期盼的目光，我只得点了头，心里寻思着，好好请女孩子吃一顿，算是给介绍人一个面子。因为我妈常说，千万别让介绍人难做，不然再有好的女孩子，人家就不会想着你了。我们约在一个周末见面，带上了各自的妈咪，加上介绍人，一共5个人，在一间包房里用餐。我和我妈先到的，女朋友和阿姨出现时，眼前一亮，就是我当时的感受。介绍人说她长得端正，我以为只是长得不丑，没想到她的颜值超出了我的预想，属于越看越耐看的类型。化着淡妆，一脸正气，上穿白衬衫，下穿半身长裙，宛若仙女下凡。说话很温婉，礼貌周到。饭吃到一半，已经俘获了我母亲的欢心。我虽然表面上云淡风轻，其实心里也乐开了花。她的长相和脾气都太对我胃口了，于是色令之婚，在什么都没了解的情况下答应了和他交往。主要是介绍人很靠谱，和我妈关系超铁，不是好女孩肯定不会介绍给老友的儿子。这一点我妈和我都很放心。既然双方又看得对眼，就相处相处呗。相亲讲究的是效率，奔着结婚去的。和他结婚我没多大意见，他大我3岁，不想浪费他的时间，所以我是很有诚意的。没想到相处下来，才发现那天他的好脾气都是装的，性格大大咧咧，比男人还粗鲁。才跟我装了2个月，在我陷得越来越深的时候，他的本性开始慢慢暴露了。每次出来见面都穿着长裤，不施粉黛，不化妆这点可以接受，他算是天生丽质，但穿的没有一点女人味，我就有意见了。提醒过他几次，男人都喜欢自己的女朋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带出去有面子。各位猜他怎么说？穿裙子工作不方便，我又不是交际花，你要什么面子？你不是在机关里坐着上班的吗？穿裙子怎么就不方便了？谁跟你说我在机关里坐着的？啊，认真想想，介绍人没说，他自己没说，而我和我妈没问，全是我自己脑补的。那你到底是估什么工作的？希望现在问还不会太迟。当时我俩正在一家中餐厅2楼用餐，他正要回答时，不知哪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，抢东西了。我还在四处张望，寻找声音的来源。我女朋友已经离开座位，往楼梯口奔去了。真是的，人家抢东西，她慌什么？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能帮上什么忙啊？我叫不住她，只好也起身追上去。我女朋友到了楼梯口，一个举动直接让震惊的无以复加。她并没走楼梯，而是直接攀着栏杆，一个翻身，像猴子似的，很敏捷地借助扶手的缓冲，3两下就到了1楼。转眼人影就不见了。我愣了足足有10几秒，才想起要下楼去追她。到了1楼，四处张望，没有见着她。
我去问前台小妹，刚才从楼梯跳下来的那个美女上哪了？小妹用手一指餐厅大门，说追抢劫犯去了。姑娘啊，你能别那么猛吗？我忙走出大门，四下张望，看见对面街围了一堆人，街坊扎堆，一定是在看热闹。隔着2条马路，车来车往。我往前跑了20米，绿灯亮后，从斑马线穿过马路，再往回跑了20米，来到人群外围。我个子高，一眼看见女朋友正在和2位警察说话，地上躺着一个黄毛，一边脸肿了起来，在那嗷嗷叫唤。人群里有人在小声议论，这靓女太厉害了，又不怕死，跟着坏人横穿马路，2脚就把她给踹飞了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车流，想想那个惊险的场面，吓得连忙挤进去，上下打量了一圈女朋友，担心地问有没有受伤。女朋友对2位警官说了句有需要打我电话，拉着我走了。饭虽然只吃了一半，不想再回餐厅，反正是先结账后上菜的，但是说了一半的话得有个结果。走到一条比较安静的街道时，我继续刚才的话题，明艳，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健身教练？运动员？话说出口，我觉得自己有点蠢，这2个工作都和公务员不挨边。为了掩饰过去，我假装生气地质问，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我担心死了。明艳停下来，不以为然地说，这只是小事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你以后慢慢会习惯的。家常便饭？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回想了一下他刚才和2位警察的交流，看起来很是熟络。难道你是一名人民警察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他倒是很爽快地点了点头。交警，这是我心里期盼的。虽然交警天天占大马路，但这工作相对来说算是最安全的。当然，如果只是一名内勤，我就更放心了。可是他的回答就像一颗炸弹炸到了我的头上。刑警，我过于惊愕，半天没说话。他看我的反应不对劲，轻声道，要不我俩的事你再考虑考虑。我当时整个脑子被刑警2个字炸得晕乎乎的，居然糊里糊涂应了声哦。明艳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转身走了。那天之后，我们有近半个月时间没有联系。我妈问起，我就以没时间为由搪塞过去。如果那时候默默地任由感情淡下去，直至心照不宣分掉就好了。都怪自己心软。我受不了别人的管束，开了一家小型宠物店，日子过得挺舒适。一个周末，我像往常一样和助理照顾着店里的小动物。一男一女走了进来，我脸上露出职业性的微笑，向他们打招呼，欢迎光临，请随便看。话说到一半，我顿住了，女生竟然是明艳。她看见，只是微微点了下头。半月没见，她眼里完全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。老板，请问这里有体型较小、性格温顺的小狗吗？明艳装作不认识我，客客气气地问。我冷冷道，有。视线移向和他一起进来的男人，身高长得和我差不多，模样也周正，和明艳站在一起，看着很是般配。我心里打翻了醋瓶子，意识到自己还是很喜欢他，强压着怒火问明艳，这男人是谁？男人瞪了我一眼，也问明艳，这屋里的家伙是谁？我不等明艳开口，上前2步，拍着胸口道，我是她男朋友。男人疑惑地看着明艳，想了想，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是那个因为你的工作和你分手的小孩啊。这什么人啊？他毫不掩饰对我的鄙视。我的脸霎时发热了，说，谁说我们分手了？而且我25岁了，不是小孩，大爷，你眼神不好。明艳站到我俩中间，冷冷地看着我，说，纪灵，别没大没小，这是我表哥。
啊，原来是表哥。我心里的酸味顿时消失了，忙不迭把他们让到茶几那边，准备泡上一壶上好的碧螺春。男人拒绝了我的热情，推着明艳往门外走，上其他店看看去，物随主人。我也是警察，说不定在这里买的宠物会嫌弃我。哥，您别走啊，我急得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幸好我的助理很机灵，抱了一只小拉布拉多出来。表哥看了一眼，便挪不开目光了，嘴里一个劲说要走，脚却没动。我趁机把他按在沙发上坐下，明艳没法，也只好坐了下来。助理在一边和表哥介绍小狗，我厚着脸皮找明艳说话。燕，对不起，最近工作忙。明艳打断我，纪灵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一双犀利的眼睛直视着我，我无畏地迎着他的目光，坚定地说，知道。我希望能和你继续处男女朋友。明艳没有立刻回应，喝了2杯茶后才不急不缓地说，这样吧，我要到外地出差1个月，1个月后，如果你还有这个意思，再来找我吧。我信誓旦旦，别说1个月，就算1年，我也等你。我从没说过这种酸溜溜的话，连自己都被感动了。明艳却面无表情，淡淡说道，到时再说吧。接下来的1个月是我过得最煎熬的一段时间，我经常联系不上明艳。警匪片看多了，我脑补了很多惊险的画面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不知多少个夜晚，我被梦吓醒了，掰着手指头数到第30天，打电话给他，没接；发信息给他，没回。我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一会觉得他出事了，一会觉得他在耍我，给我1个月时间，只是给一个体面的台阶让我下。那天我一整天都没精打采的。助理取笑道，季哥，你这相思病有点严重啊。若是平时我会回一下嘴，但那次我真的没心情，让他早点下班，我来关店。晚上7点，我把店门关了，准备开车回家。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往这边走来，我的心跳半了半拍，冲他招了招手，大声喊道，明艳。明艳看见我，停住了脚步。我不管不顾地飞奔过去，一把抱起他，原地旋转了2圈。现在想起来，我仍觉得自己男友力满满。往后的日子，说多了都是泪。有一次，我带他去见我的大学同学，我们先到的，他下班赶过来，我特意叮嘱他穿漂亮点，别输给我兄弟的女朋友，他们都是时尚达人。他当时答应的好好的，谁知道穿着件短 T 恤和牛仔裤就来了。兄弟的女人们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批判的意味，让我有点无地自容。这还不算，我做得好好的。他一进门就抓住我的衣领，把我拎了起来，当着大家的面亲了我10几秒。虽然吧，我挺享受的，可是怎么着也该反过来。这样一来，我在兄弟们的面前不是成了弱鸡了吗？果然，他们打趣开了。哎呦，纪灵，你俩真恩爱呀！纪灵，你的骨头好软啊！嫂子真是女中豪杰。我被说得脸红脖子粗，他却没事人似的，笑呵呵挨着我坐下了。吃饭的时候，男人喝啤酒，女士喝饮料，叫的饮料是易拉罐装的。我们这的习惯喝法是倒在小杯子里喝。当时4个女生叫了4瓶，我女朋友打开1瓶，直接兑到嘴里喝，都快把别的女生吓坏了。我又从她们眼里看到了嘲笑，女朋友也感觉到了大家异样的眼神，可是不觉得是什么大事，随口说道，哎，在外头这样喝习惯了，让大家见笑了。那些女的虽然嘴里说着没事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，心里指不定在笑她粗鲁。这还没完，中途她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有事要提前退场。
然后风卷残云般在5分钟内吃完碗里的饭以及我夹给他的菜，说声不好意思就跑了。剩下一屋子人大眼瞪小眼，兄弟们默默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纪灵读大学时喜欢胸大腰细、皮肤白、说话温温柔柔的女生，怎么找了个那么另类的？我这人很奇怪，一旦自己认准的东西，忍受不了别人非议半句。对女朋友也一样，我可以说她这不好那不好，可绝不容许别人对她品头论足。于是生气地说：关你什么事？小爷我喜欢就行。我语气很生硬，背对的兄弟也不开心了。纪灵，兄弟不也是为你好吗？怕你将就过日子，你别钻牛角尖。他无非是暗指我不识好人心。你怎么知道我将就了？这饭没心情吃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，是我说错话了，是我多管闲事。其他人也劝我，看在大学时期关系不错的份上，我勉强留下了。但吃这顿饭的感觉和以往有些不同。第二天我准备关店门时，明艳来找我。我的助理去谈恋爱，提前下班了。他再次向我表达了歉意。下次我找个时间请你的朋友们吃一顿，不会。我很冷淡地了一声。他的工作注定了观察力非同一般。纪灵，在生气呀？我已经道过歉了，你还想怎样吗？我没生气。那好吧。明艳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踮起脚尖想亲我，我躲开了。还说没生气？你给我解释一下现在的表现。我又不是犯人，解释什么？我只是没兴致。你没兴致？不好意思，我有。他不顾我的反抗，硬亲了我。到最后我服软了，但还是没忘记数落他，你能不能有个女人样？他咯咯笑了2声，反问我身上哪点不像女人了？性格不像，和你在一起后，我觉得自己都快变成娘娘腔了。我感到很委屈。明艳匪夷所思地看着我，接着恍然大悟。啊，我倒没想到，不好意思，我一定改。他的信誓旦旦，让我燃起了希望。要是他真的改就好了。结果证明，他只是口头说说，哄哄我的。老远见着我喊我名字的时候，能引起街上人100%的回头率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犯事了。有一次，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兄弟打电话给我，说下个月有个小聚会，还神秘兮兮地说，你的女神也来哦，友情提醒，她单身。这人忘性大吧？我有女朋友的。我骂了句神经病，挂了电话。手机还没收好呢，身后传来明艳的狮子吼：纪灵！吓得我一个哆嗦，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走在我前面不远的一对情侣回过头来看我，我很清晰地听见女的说，这男的肯定是出轨了，老婆算账来了。那俩已经做好了吃瓜的准备。明艳一路跑过来，到了我跟前就挂在我脖子上。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，鬼才信呢。这是我回家必经之路，一定是我妈叫他去吃饭。他故意在小区门外的街道上等我。他的这一声吼，吓得我以为和兄弟的通话内容被他听见了，愣着还没回过神来。纪灵，你有点不对劲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做亏心事了？没有。你下回能不能小点声？心脏都被你吓得要停止跳动了。他放开我，2只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说，平时吼惯了，不好意思，下次一定改。又是这样，但我已经不信了。还有，他吃饭速度总是奇快，我一碗饭没吃完，他就已经放筷子了。要不是看他吃的挺多，我妈都要怀疑是自己烧的菜不好吃了。家庭主妇嘛，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用心做的菜有人捧场。明艳嘴巴很甜，不停夸我妈做的菜好吃，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
他自己吃得快，等我们吃完，抢着收拾桌子、洗碗，又乖又勤奋，我妈喜欢的不行，因此对他的吃相是睁只眼闭只眼。我委婉提醒过他，吃饭别那么粗鲁。明艳难得腼腆一笑，说平时执行任务习惯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能说什么？再纠缠这个问题，不是显得自己小家子气吗？周末他如果有时间，会到我住的地方帮忙抢食一下。我嫌我爸妈啰嗦，自己供了一套小户型套间，很近，就在隔壁小区，因此我俩有私人空间，做一点情侣常做的事。亲热时，他几乎每次都在上，这一点我也不太满意，总不能再说习惯了吧？结果大家猜他怎么说？平时捉犯人，习惯了把他们按在地上，要是你在上面，我老感觉自己是犯人，没有兴致。好吧，我再次选择迁就，反正我这人也比较懒。兄弟说的下个月很快到了，他们把时间约在了周末。我和明艳报备了一下，他很兴奋地说，上回我走得快，没来得和你的兄弟熟悉熟悉，这次一定抓住机会。我不好意思地说，他们没邀请你，我们这回不带女朋友。明艳明显有点失望，哦一声，没说话。我怕他多想，解释道，这次就是10几个老同学聚下会，你去了会感觉无聊的。那是你们在那搞回忆杀，我确实不适合去。看他释然了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但是他突然又问了一句，纪灵有女同学去吗？当然有啊。有喜欢过你的，或是你喜欢过的吗？没有。说实话，可能我表现得不太自然，他一双犀利的眼睛逼视着我。纪灵，是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有喜欢过你，或是你喜欢过的女同学出席吗？有。哪一种？2种都有。明艳收回目光，坐沙发上不说话了。平时多开朗活泼要强的一个人啊，现在看着像是情绪有点低落。我搂住他的肩膀，保证道，那都是学生时期的事了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。明艳皮笑肉不笑地说，谅你也不敢，不然把你化学阉割了。我当然知道他是开玩笑的，不过想想那情景，还是有点心惊肉跳。哈哈，把你吓着了吧？我又不是奈翠，如果你的心变了，我除了离开，好像也不能做什么。媳妇儿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我纪灵是那种人吗？好啦，相信你。时间不早了，快点出发去见你女神吧。我保证不会多看她一眼。啥？真有你女神？明艳站了起来，气呼呼地看着我。我好像掉进了什么陷阱里。以前的，我现在的女神是你。她没吭声。要不我不去了。推掉。我也来了点气。怎么不信任人呢？行，你别去了。你别不可理喻好不？又是你自己说不去的。我那是反话，你听不出来？我们小小的吵了一架，最后我摔门而去。出门前，我的手机已经没什么电了，又忘记了充。到地方后，我就调成了超级省电模式。除了我那几个兄弟，其他人都有快2年没见面了，气氛自然相当热烈。我曾经的女神比学生时期更漂亮了，还多了点女人味。我到的时候，就她身边还有一个空位，兄弟直接按着我坐下了。我们一边喝酒，一边进行回忆杀，时间不知不觉就晚了。美丽，你知道纪灵这小子以前有多迷你吗？我不知道啊。纪灵是有名的学霸呀，又多金帅气，他当时要是向我表白，没准我们就在一起了。他现在表白也不迟啊。是吗？纪灵，你还是单身吗？快表白，快表白！同学们一个劲的起哄。
我连忙说我有女朋友了。错过了，已经错过了。兄弟不以为然地说，那个男人婆和你不配，美丽才是适合你的类型，温柔大方，举止得体，话虽如此，可是关我什么事？我正要义正言辞请他们不要闹了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不知哪个欠揍的同学用力把我往美丽的身上推，还一个劲说，快拍照，今晚的朋友圈有文案了，多般配呀！我这下心里是真不痛快了。开玩笑也要有个度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不能再玩小孩子瞎闹腾的游戏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怒吼，纪灵！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明艳的声音有多大呢？就想象一下军训时那些教官喊口号的样子吧。不但我被吼懵了，在场的男同学也被他的气势震到。过了好一会，我们原来的班长才开口问道，这位梅女士。我其他兄弟连忙向他使眼色。我站起来，走到明艳面前，想解释一下。你给我回家。他既没有回答班长，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。同学样异样的眼神，看得我很难为情。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吼我，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当时我的倔强劲就起来了，伸长脖子，也大声道，回什么回？你少管爷们的事？明艳冷冷看着我，声音突然变得少有的温柔，你到底回不回？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，我隐隐觉得哪不对劲，但犟脾气上来，我有点失去了理智，很强硬地说，就不回。结果这妞二话不说，扛起我就走。咋那么大的力气呢？不去开荒耕地真是可惜了，我的脸都要丢尽了。他扛着我出了包厢，穿过人满为患的大厅，又走到人来人往的街上。大城市啊，夜生活丰富，人多得不得了。我的脸真是丢到太平洋里了。大家可能要说，我一个1.8米几的大男人，为什么就认由一个女人扛着走了？最开始我是没反应过来，等反应过来后，我们已经到了大厅了。面对无数看热闹的热切眼神，我下意识地把头埋在他的胸前，挡住脸。我想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同学们聚会了，也要在街上碰见，也要低着头绕路走。我有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。任由明艳扛着我来到我的车前，她搜出我的钥匙，打开车门，把我塞进副驾，然后进入驾驶室，一踩油门，驶入了大马路。直到车开出了2个路口，我才如梦初醒般爆发了。我要下车。你上哪去？不用你管。总之，我不想见到你，我不想和你过了。纪灵，你说真的假的？100%真的。让我下车。明艳把车停在路边，我打开车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走了几米，才发现这条街我不是很熟悉。打开地图导航，竟然有7、8公里。我要是走路回去，不知要走到什么时候。正思索着叫辆车，明艳跟上来了。上车吧，先送你回去。而且这是你的车，该下车的是我。他果真下了车。如果这个时候他和我说声对不起，我可能会原谅他，但他没有。看我的眼神还带着批判，我更加火了，钻进车，撇下他就想跑。又想到这里比较僻静，她一个女生不安全。是的，那刻我真没想起她的职业来。你上车，我送你回家后，咱俩一刀两断。行，你说咋样就咋样。居然答应得这么痛快，心里根本没有我吧？我咬咬牙，再也不说话。把他送到小区门口后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，就一踩油门跑了。距离那件事发生已经过去了1个星期，我们完全没有联系。周末，我妈叫我邀请明艳到家里吃饭，我去乡下抓了只走地鸡，今晚煲鸡汤，叫明艳来吃饭。妈，她没空。你问都没问，
怎么知道他没空？老实说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，他之前说要去出差，这回还没回来。我妈早把明艳当儿媳妇了，我不敢马上告诉她我俩已经分手的事。有时候我闲下来，一想到这事就气。我根本没有胡来，他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我提分手只是一气之下说的，他竟然不来哄哄我。我们男人说分手只是吓吓女人的，为什么不来哄我？真是越想越气。谈恋爱的时候，有时候他来找我，有时候我去找他。没恋爱谈了，感觉时间多得不得了，干啥都静不下心。周末到了，我回家吃完饭后，回到自己的小窝，没开灯，坐在沙发上发呆。也有朋友约我出去玩，我一律拒绝了，整个人懒洋洋的，不想动。无聊之中，拿起手机刷了回朋友圈，万年不发朋友圈的明艳居然更新了，发了一张体温计的图，文案是39度2而已，抗抗就过去了。我的心揪了起来，烧得这么厉害，不去看医生，抗什么呀？还当警察呢，这点常识都没有。我马上拨通了阿姨的电话，阿姨，明艳发烧了，去看医生没？阿姨有点着急，她发烧了吗？这臭丫头，专挑我不在的时候生病。阿姨，您在哪呀？我和你叔报了个3日游，后天才回来。我们这就打车回去。阿姨，您别急，我去看看，您别回，和叔好好玩。小玲，没有你可怎么办好？谢谢你啦。没事，应该的。挂了电话，我心急火燎地赶到明艳家，按了一会门铃，没有人来开门。我打他电话，喂，他的声音有点迷糊。我是纪灵，开门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过了几秒，通话被他掐断。我频砸门，一边叫他的名字，明艳，快开门，别不是晕倒了吧？就在我想着是爬阳台还是找人来撬锁时，门吱呀一声打开了。明艳的脸红得熟透的苹果，看见我有点不高兴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发烧，脸色不好。你小子来干嘛？你烧成这样，干嘛不去看医生？小事啊。明艳的嘴硬得像块铁，脚却像软脚蟹，一头栽到我的肩膀上，喃喃说道，吃过药了，睡一觉就没事，都怪你小子吵醒我。我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烫得吓人，不由分说要强行送他去医院。他死活不肯，说吃过药了，等睡醒再说。我发烧从来没去过医院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凡事有第一次。呸！等我睡醒再说，快扶我回床上。我很无奈，只好把他抱回到床上，给他盖好被子，他还不让我走，躺我边上，要是我有事，随时找到你。你忘记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了吗？啊，什么关系？在这跟我装糊涂，咱不跟病人计较。我乖乖躺到他的边上，讲个故事听听。明艳一只手臂搭在我的肚子上。不会讲，我果断拒绝。你就随便讲一个嘛。明艳从来不向我撒娇，这回病了，像个小孩似的说话，可软萌了。我没坚持住，妥协了，给他讲了个小马过河的故事。故事讲到一半，这货就睡着了，因为发烧的原因，脸红嘴唇也红，就像是卸下了盔甲的小可爱。我忍不住亲了一下他，然后爬起来到厨房熬了一锅白粥。他睡得很好，一直没醒，反而是我不时去试探他的体温，给他换毛巾，擦冷汗，几乎没怎么睡。凌晨3、4点之后，他的体温降了下来，我也得以安心睡一会了。没想到辛苦了一夜，天亮后却是被明艳用枕头砸醒的。他姓演员征，问我怎么在他家。明艳，你也太忘恩负义了，昨晚是谁照顾你的？他意识到错怪我了，停下来，
想了一会，把枕头扔了。谢了。想口头打发我？那你想怎样？我们和好吧？你当我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吗？我那天是在气头上说的话，谁叫你让我当众出丑？你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不知道我担心吗？咦，我想起来那天手机没什么电，调到了超级省电模式。结果找到你的时候，你正在和女同学贴。我承认我是冲动了点，那是因为我知道你紧张我，喜欢死我了，怕我被女神勾走了。你还能无耻点吗？我只对你无耻。我现在特别想和你马上结婚。我们已婚，有2个可爱的孩子。我老婆她很好的。